根据我国官媒新华社在12月29日的消息显示，伊朗多个组织开始重新提起苏莱曼尼将军被暗杀一事，伊朗军方下属部队也开始着手安排苏莱曼尼遭暗杀1周年忌日的准备活动。伊朗国内也开始有多家媒体开始着重报道相关事件，再次激起了很多人对美国的愤怒，是否会进行报复性军事行动，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此外，伊朗官方负责国际事务的特别助理兼苏莱曼尼遇难周年纪念委员会的发言人阿米尔·阿卜杜拉也在近期表示，目前德黑兰已经将参与暗杀的嫌疑人名单扩大到45人，而伊朗司法部在27号再一次在名单中增加了3人。很显然，这个嫌疑人名单必然会在某个时间点转变为复仇名单。而就在外界普遍猜测伊朗相关势力是否会借着苏莱曼尼忌日的时间采取军事报复之际，很有意思的一幕却发生了：伊朗官方没有什么大动静，反倒是心中有鬼的美国动作不小。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驻扎中东的美军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突然全军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与此同时，美空军也开始加强在伊拉克上空的巡逻频率。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五角大楼方面发现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武装组织正在筹划某些行动，这很可能是一场令人不安的袭击迹象。五角大楼也表示，有迹象表明伊朗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境内获得了一大批武器装备，其中火箭筒和远程火炮是主要装备。简单来说，美国佬看到伊朗在伊拉克的武装组织获得了一批装备，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冲自己来的，这可能就是缺德事儿做多了的本能反应吧。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年初的1月3日，美国动用暗杀无人机完成暗杀苏莱曼尼的活动。当时这种行为就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大规模抗议，民众要求进行报复的声浪日益高涨。当时伊朗方面利用火箭炮袭击了美军的一处军事基地，算作是一次报复袭击。然而这件报复性事件却显然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一方面，美军除开建筑设备损失外，并没有额外人员伤亡，甚至有消息透露，在袭击前伊朗还通知了美军。另一方面，伊朗没有了后续动作，美国也没对此事发表太多看法，双方陷入了一个诡异的沉默，这让整件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双方都打算偃旗息鼓。如今伊朗似乎再一次想要给死去的将领复仇，但外界对此却已经普遍不看好了。据印媒报道，在印度政府的要求下，印度气象部门 IMD 正在将气象雷达网络延伸到喜马拉雅山和该国东北部的高海拔地区。印度气象部门计划在该地区总共运行10台雷达，以准确监控整条喜马拉雅山脉的天气变化。我们已经在喜马拉雅山沿途部署了3台雷达，到下个月将再安装2台，总共将在喜马拉雅山脉部署10台雷达。印度地球科学部部长在印度气象学会西隆分会组织的一次名为“山区天气与气候”的网络会议上说，他还说，东北部地区已经计划使用类似的雷达系统，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当然，也有好事的印媒称，印度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天气干预系统。印度方面认为，中国最近宣布的扩大气象干预系统计划，将使中国方面能够控制天气状况。据欧洲时报报道称，该系统能够覆盖约550万平方公里的人工降雨区。一旦中国将此系统用作气象武器，增强印度方面的恶劣天气，将会对前线士兵造成无法估计的伤害。虽然印度此言存在杞人忧天的部分，但近年来中国在气象干预的方面确实进步明显，但中国一直在使用此类系统用于缓解农业干旱问题，似乎没有将其军用化的准备。但理论上，民用与军用之间不存在实际障碍。在网络会议上 ，IMD 总干事拉基文表示，该部门可能会创建一个针对山区的应用程序，并建立一个区域气候中心，以便与喜马拉雅山的国家分享天气和气候数据，本地居民和游客都能享受到 App 带来的便捷。喜马拉雅山在调节整个印度的天气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喜马拉雅山脉的天气模型数据不足，因此难以更好地了解该地区。他说，我们计划安装更多的血量计和地面仪器以满足要求。在高原地区，双方空军的较量也非常依赖于天气预报。印度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修建了大量机场，理论上有着对中国空军的出警优势。中国空军在高原上的机场较少，且较高的海拔和稀薄的空气对空气有影响，但天气却不站在印度一方。处在南坡的印度，明显气象更为复杂，无法飞行的天数更多。印度空军有军官表示，只有部分操控性较好的飞机能在山区巡逻。幻影2000和米格29，大多数老式飞机甚至重型的苏30都会出现操纵困难的状况。为此，今年印度不得不抽调海军的米格29前往山区巡逻，并由海军的 P8海神巡逻机提供气象信息。印度空军希望全新的阵风战斗机可以改变这一局面，但阵风目前的数量还远远不足。中国在很多高山上设立了雷达站，加上预警机的存在，使得大部分印度飞机处在监视之下，而印度的雷达站往往处在盲区中。对此，印度空军也表示非常的无奈。
近期中国海军下半年的海域实战军事演习可谓是接连不断。上周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在抵达三亚之际，多舰聚焦三亚，引起各界密切关注。这是首艘国产航母年末最后一次大型海上演习。对此，28日晚，我国三亚海事局接连发布航行警告，山东舰将在敏感海域进行实战演习。我国专家表示，此次的演习后，如遇美舰，不排除山东舰承担驱离任务。据悉，山东舰在三亚海军基地部署之际，今年美军机抵近中国周边海域进行侦测的次数创下纪录。面对美军的来犯，近日中国山东舰1艘075型、2艘055万吨驱逐舰、3艘052D 驱逐舰、2艘054A 会议舰、1艘903型大型综合补给舰、1艘091型攻击核潜艇聚集在三亚军事基地。这可让美国海军按捺不住。12月27日，据南海海域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12月28日消息，美国海军一架 MQ-4C 无人机近日在南部海域上空展开飞行活动。这架无人机属于高空长程侦测无人机，是美国海军专门负责广域海上监视，试图对中国南海态势进行侦测。不过，该无人机也不敢飞进中国沿海，毕竟美国海军也知道其飞行轨迹能够被我国全部捕捉。对此，中国在28日晚强势发布，山东舰将在南海相关海域开展为期10天的演习，揭开2020年末最后一次与2021年初的首次的海上大型演习序幕。据报道，此次演习近航地区基本都位于西沙群岛西北海域，该地区的永兴岛便是最大的军事基地。目前，据有关人士分析，不排除以航母为核心的海上编队训练。此次的训练或将聚焦以编队防御为科目，对实战时使用武器以及舰载战斗机突击海上目标的攻击训练。我国军事专家宋忠平也表示，山东舰在尽快形成完整的战斗力和保障力。如果美舰赶这支来犯南部海域，不排除山东舰一战实战演习成果承担驱离任务。小编分析认为，山东舰此次的行动或许是对美国海军颁布的3军制战略行动回击。毕竟考虑到美国企图让海岸警卫队跨洋执法，在这种严重危害我国渔民海上捕鱼的安全战略下，山东舰在敏感地区的快速训练，在这里大胆猜测一把。三亚海军基地或将与西沙军事基地联合起来，提高军舰之间的匹配性，为日后重要军事基地之间实战的配合提前打好基础。至于美国军舰是否敢在此时闯入中国沿海，回顾今年演习，只要中国军舰在该海域演习时，美军舰便一改嚣张，乖乖待在基地，不见任何动静。美军机也是只在演习附近海域转悠，不敢过于靠近，这次也不例外。可惜看不到山东舰航母编队驱离美舰的精彩画面。据伊拉克 AL Somalia 电视台报道说，近日由美国领导的反 IS 联盟的一个车队在伊拉克南部迪瓦尼亚省地区遭到了自制爆炸装置的袭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全消息来源补充说，运送物流设备的车队遭到袭击，但不清楚爆炸是否造成人员伤亡或设备损失。而这一次袭击是在数枚火箭弹发射到美国大使馆位于伊拉克首都的绿区地区1周后进行的。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应该对这次袭击负责，并警告说，如果伊拉克境内的美国人被杀，那么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报复行为，这让中东局势又开始紧张起来。虽然中东一直是动荡不安，但是近几年来局势似乎已经有所缓和。不过最近伊朗核专家遭刺杀之后，原本趋向平和的局势又开始紧张了起来。其实以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想要与美国打，那差距还是太大了。其实如果伊朗真的想打，早在今年上半年革命卫队圣战旅司令斯莱曼尼将军被美国刺杀时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毕竟当时美国是真的激起了伊朗人民的愤怒，并且当时在伊朗爆发了大型的抗议游行。如果当时伊朗对美国实施报复，不仅师出有名，而且还能够得到国内大部分民众的支持，可以说是发起袭击的最佳时机。但是伊朗依旧选择了暂时隐忍，可以看出伊朗目前并不想和美国打。毕竟美国多年的武器禁令让伊朗的武器与美国的武器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而即使禁令解除，伊朗开始采购武器以进行更新换代，但是想要真正拿到手中也要等个几年。虽然美国现在深陷疫情，但是以伊朗目前的实力来说，与美国开战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确实是在伊朗核专家遭到刺杀后发生的，但是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伊朗所为，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既然伊朗不想与美国开战，那么如此明显的挑衅行为是伊朗所为的可能性似乎不大。那么特朗普为什么如此迅速，并且就一口咬定是伊朗所为呢？并且就在特朗普宣布，如果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受到任何袭击，那么美国都将对伊朗实施报复之后，美国在伊拉克的车队就遭到了袭击。
时机如此之巧，似乎就是伊朗主动将一个美国开战的理由送到了美国手中。其实，在此之前，美国的战机就频繁飞往波斯湾，随后美国的核潜艇非常反常的在波斯湾现身。之后，在美驻伊拉克大使馆遭到火箭弹袭击之后，美军高级将领就立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了紧急会议，开始商议准备攻打伊朗。这一切都是如此顺畅，似乎一切都是计划好的。而此次美军车队在伊拉克遭到袭击事件，又正好与特朗普前段时间的警告对应。美国的潜艇、军舰以及战斗机都已经准备就绪。那此次美国究竟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呢？可能性很大，毕竟准备都做好了，理由也送上门了。美国一直视伊朗为眼中钉、肉中刺，并且很害怕伊朗的报复，他们似乎并没有不行动的理由。